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叔。那我们今天去日本九州的福冈，这次的内容会是去边的 Zip-Rock 岩馆训练。福冈机场很多地方看起来都在施工，坐一下计程车就可以到博多车站了。这边上面有个很酷的新干线，在那个时钟下面。训练的第一天，我们要搭火车去。其实还蛮近的，坐2站就到了。这边现在都看起来是市区哦，就房子就比较偏公寓。等一下开一开，看起来就开到郊外去了，会有很多的田。我们到右须站了，这边很酷哦，都没有人在那边。那门看起来就超容易，直接就可以跨过去的。我们还有搭一个脚踏车，就是 Chili， 有点像 U-Bike 吧，装一个 APP 就可以用。Zip-Rock 附近有一家便利商店，那边可以停 Chili。Zip-Rock 岩馆是由日本前国家队选手渡边教练和沙雅里教练经营的，他们训练出很多全国冠军的选手，所以我们这次来这边体验他们的训练课程。今天的儿童团体课是由沙雅里教练上课的，他也是 Model Handle 这个攀岩粉袋品牌的制作者。这些粉袋啊，都是他手工制作的哦，很漂亮。今天是礼拜六，上的是儿童团体课，要先写一个目标啊，我的目标是爬一条 V6。一开始他就让我们热身啊，我们的热身呢其实还蛮难的，就是要绕着这个岩馆爬一圈，就会经过 slab 平面，然后到最难的 spay wall， 然后再绕回去。我出发之后，后面那个过了一下就出发了，到后面我修超久的，结果就被他追上。其实应该是最下面那一排会比较好，因为我很累，我还在这边修，然后他就只能在那边等我，到这边就大概没力了。虽然 4， 但还是要继续把刚刚环绕的那个目标完成，就是从4的地方再接。就爬到最右边这一颗岩点就可以了。爬完后，我已经快累死了。我现在是在出路线，它前面的比较简单，所以就都有爬完。然后后面会越出越难。这边爬完的话，都是要下攀。他们是介绍说下攀可以防止受伤，也可以训练到耐力。然后他们完成之后可以盖一个章，代表说你有完成那条路线。他们的章都很多，很酷。我觉得他们的路线呢不会有距离的问题，但是都还是会很难。这边完攀是要求你要抓到天花板，像这样才算完攀。爬完还是要下攀，但其实不太习惯，还是会忘记。这一条就角度就开始比较大了，然后有稍微开始变难，但是还是可以。
虽然这样距离看起来蛮远，但其实真的体感上去还好。刚刚那一栋没有很远。这边也有很多很酷的点，像这个地形我就没有看过。然后接下来这边角度我记得是130度，它是 spray wall 的路线，这一条就比较难了。而且我发现我比较不擅长大角度的路线。这一条就比较可惜了，没有爬完，因为到上面就很累了。接下来这一条比较简单，但其实也是没有很简单啊，就是感觉好像右边那一条还是比较难。然后这边爬完了，但是我忘记下盘了，不习惯。最左边这边还有一条，这动作还蛮酷的。因为我爬到这边其实已经很喘很累了，也是因为刚刚到墙下之后没有完全修好，就直接上了，所以到上面之后就很累。然后这个 spray wall 上啊，其实真的是大点的不多，大部分都还是直立 sloper， 然后或者是球点那种，就算是好的也不会是真的就口袋。然后这边爬完了还是要下盘。接下来我们又绕回平面板和 slab 这一条，我就比较擅长。虽然我不确定它要出的是不是动态，要直接跳到右边那个，但是我是静态过了。这边有一个超大蓝色地形。看起来应该是跟我差不多，没有，应该是比我还要高，还蛮长的点。这边爬完一样下盘，那到后面就比较记得了，就都有下盘，除非是真的没力了。这一条是 slab， 我也有爬完。不知道是真的平面板和 slab 出的比较简单，还是说其实 slab 或平面板对我来说比较简单。这一条的玩攀也是一个很酷的点。这一颗其实那个你会不太知道它怎么抓，但是因为我有爬过这一条黑色路线，所以我有摸过那一颗玩攀，比较知道它大概要怎么抓。最后我们要接力爬完100颗，教练会指下一颗点让你抓，抓到一颗就算你就加一颗。我们要一起爬完100颗，我好像是第2个出来的。我这边在 spray wall 超累的，130度。然后到这边真的没力了。大概爬了24颗，因为轮了一轮，我们还是没有爬完，所以就轮了第2轮。这是第2轮我们上去爬，
到我的时候，其实已经要到第100颗了，这好像第99颗。结果可能因为我没力了，而且第100颗教练都会出的比较远。谢谢沙雅里教练在单子上写给我的鼓励，还有画可爱的图。今天是第2天，他们岩馆附近几乎全部都是稻田，他们后面有很大的公寓。今天的课程是由渡边教练上课的。渡边教练和沙雅里教练的儿子渡边风马是日本全国抱石和上攀比赛冠军，其实基本上就是日本最强的小学生之一啊。渡边教练先跟我确认我的训练目标，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定目标。他说日本小学生像风马一年要参加25场比赛，所以他说很容易就可以定出目标。这是他制定的耐力训练，也是在 Spraywall 上超级累的。他是出3条路线，爬完第1条之后你要下攀，不能下墙。下攀完之后你要移动到第2条路线的起攀点，爬完，然后再移动到第3条的起攀，爬完，然后再下攀。现在第1条我已经爬完了，开始下攀了。下攀的时候不用按照原路下攀，随便抓能下攀就好了。下攀完之后就要移动到上一个的起攀，然后再开始。结果在爬第2条的时候就没力了。渡边教练他就鼓励我说，其实没爬完也没有关系，但是你要记得你每一次都要爬到极限，你要想每一次爬都是为了让下一次可以爬得更远更强。所以他说没爬完也不要难过，单手摸到完攀就好，就可以开始下攀。这边直接开始爬第3条，但第3条因为它这边连出2颗 sloper， 直接没力。然后第3天，因为真的耐力很差，爬下就没力了，所以第3天也是耐力训练。他是建议说可以每天都爬，但是每天大概爬1个小时就好，不要爬太久。这一次是出了5条的路线，然后一样是在 Spraywall， 爬完之后一样要下攀，但是不用到下一颗的起攀点，可以下来，但是可能就休大概40秒，然后再上去下一个路线。这是第2条路线，因为有5条路线，然后我们大概要爬30次，所以每一条路线大概都会爬6次左右。每一轮结束就是爬5条路线结束后，都会缩短你的休息时间，就可能原本1分钟缩短到50，然后再缩短到40之类的。这条是第3条路线，它的路线都不会出的太难或太简单，就是都不会难到说刚好卡到你的极限难度，但是也不会简单到说你很轻松就可以爬完。我觉得可能是大概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比较累，所以我感觉好像大概 V3 左右。
这是2颗 sloper， 然后出一个大底。虽然可能有力爬起来会还好，但是当你真的没力的话，就会觉得太远了，出不到。因为要爬30几条，我每条大概要爬6次。我爬到后面这一条我就有 fall， 就是 fall 在那个2个 sloper 那边。这是最后一条，第5条。第5条爬完之后，就要再回到第1条，然后就一直爬，一直爬，这样训练耐力。这个也是出一颗 slope 超级远的。后来因为太难了，所以就加了一颗红色的指力，就是距离就稍微比较近。这边也不是说你过了就全部都给你好点，这个玩攀也是还蛮难抓的，也还蛮滑的。爬完一样还是要下攀，超累的。今天他岩馆外面有放一个写 open 的牌子，还蛮可爱的。一开始我们也是要热身，先绕岩馆爬一圈。但是因为我是有比较熟悉一点这边的点在哪里，而且上次也有提醒说好点都在最下面。这一次就是有成功，我爬完全程，然后没有 fall， 虽然还是蛮累的，而且说是绕完一整馆，但是我觉得中间夹角的地方我修还蛮多的，其实也不是完全就靠耐力爬过去。今天是和渡边风马一起训练，他基本上就是日本最强的小学生。渡边教练就出路线给我们爬，很硬。第1条就出动态，虽然这动态是一次就过啦，因为比较没有外倾，然后而且点都还蛮大的。渡边风马也是一次就过。我把脚塞上去，渡边风马是直接就硬拉住左边的壳就过去了，还蛮神奇的。爬完后还是要下攀，下攀量超大的。接下来就又转到 spray wall 了。渡边风马每次都说让我先爬，这个就被渡边教练说让渡边风马先上去。渡边风马有一种特别的技巧，叫脱力。就是在爬的时候都不太用力，你吊着点都不用力，只有在出手的时候才会用力，这样就可以有更好的耐久力，可以在上面待更久，然后也可以在做动作的时候有更多的力量。然后因为风马真的太强，所以渡边教练就出一些比较难的路线，然后所以我就都爬不完。这边其实我的动作还蛮奇怪的，我是选择挂脚，然后就掉了。渡边教练也说大角度动态算是我的弱项，关键是除了手的力量要拉，你的脚也要非常用力的蹬，就可以增加很多的力量。这边就有一个对比。也有平衡的路线。神奇的是，这条我竟然比渡边风马先爬完。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因为整条路线都是我比较擅长的。这个起攀的部分，它在这边卡很久，有一个动作做不太出来。第二个就是可能我指力
比较强吧。因为原本是出太难了，所以教练就加了这一颗红色的指力给我们，它原本是没有的。那这次是失败的啦，但是我后来有爬完，然后风马后来也有爬完。第5天也是路线的训练，我们有换几种去 Zip Rock 的路线，我们都是骑确立。一样还是要热身，但是后来热身绕一圈就越来越简单了，都有成功。但是其实难度也是有在增加的啦，像这一次我们爬完之后，还要接着再爬完一条路线。风马强到说，他爬完之后接着爬的路线是这一个红色的路线，这一条有 V6， 超级难的。爬完耐力之后还要爬这条红色我也有爬完，但是如果要爬完耐力再爬它，绝对爬不完。这条黄色路线的玩盘也是一个还蛮特别的点，它长这个样子。这边还有一面是 slab 的路线，那这个路线就还好，就有爬完。这一条路线呢，现在右手这一颗点对手超级不友善，很痛，加上我没力，也没什么手皮，手很痛，所以我都触不到。发现日本人他们在爬的时候啊，都会这样感觉好像爬不完，但是他们其实还是会一直试，没力了还是会一直试。渡边风马还蛮轻松就过去了，这个动作也还蛮酷的，就解一个勾脚，然后再回去踩。这一条是 Spray Wall 路线，角度也还蛮大的，所以也没有爬完。渡边风马虽然已经爬完，但他还是帮我刷点。回到平面墙就还是有爬完，虽然我觉得感受起来是觉得好像平面墙出的比较简单，可能要考虑距离的话，那个强度就没办法到那么高。这边是有说红色地形可以用，但是我觉得红色地形用起来的感受很奇怪，感觉就上太去。教练就有说不要停下来，如果停下来的话，只会耗掉更多力量。我会习惯上墙之后再看情况爬，但是教练要我尽量在上墙前就要先想好怎么爬。但是我记得渡边风马在爬这条的时候，他没有踩右边的红色，他是直接出的，他也觉得红色不太好用。来这边的训练期就差不多结束了，感谢渡边教练他们一家人帮我做训练，还要感谢一起上课的同学和遇到的研友都很热心的指导。在这边训练，除了学习技巧和训练方式以外，我发现日本的小朋友啊，在攀爬路线时遇到那种很远的路线啊，还是会一直爬到爬完为止，都是我要学习的地方。希望之后还有机会可以再来这边训练。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开
开启小铃铛。那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拜拜。